这就是吴哥窟的最高点。没想到最精致的女王宫竟然修在这种烂路上，差点走错了。跟着导航走进一条特别窄的小路，不知道走的对不对。这太原始了吧，这也。前面那个应该就是。没想到最精致的女王宫竟然修在这种烂路上，这一路过来，真的是出奇的烂。而且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导航已经不准了，它不在那个位置上，差点走错了。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女王宫。它的特点呢，就在于它的材质呢是用红色砂岩建造而成，所以整体的寺庙呢呈现红色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它是整个吴哥窟寺庙里面规模最小、目前保存最好、雕刻最精致的一个寺庙。这个寺庙呢，称之为是女王宫，很多人呢就会以为这个可能是哪一个国王的妃子啊，或者是王后的这个寺庙。其实呢，这个寺庙之所以被称之为女王宫，就是因为它特别的精致，让后人呢误以为是哪个女王的宫殿。实际上呢，它这个寺庙呢是建于10世纪，是国王赐给大臣的一个寺庙。它为什么很小呢？就是在当时建这个寺庙的时候，这个大臣就是怕这个冲撞了国王哈，所以呢就把寺庙呢建得特别的小，以表达自己对国王的忠诚和敬畏。所以这个庙呢可以称之为是又小又精致。这个门好低哦，像个相框一样。这个我在这里都能顶住脑袋哦，看，这得弯着腰进来。这个女王宫呢，是为了供奉湿婆神而立下的寺庙。然后这个湿婆神呢，在印度神话里面还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传说，就是讲他的老婆给他捏了一个泥做的孩子放在家里，然后湿婆神呢就出去打猎了，这个孩子就长大了，但他不知道，在他打猎回来以后呢，发现了家里有一个成年男性，他就以为他的老婆出轨搞婚外情，然后就拿起刀直接把他孩子的这个头就给砍下来了，拿着头就去问他老婆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然后他的老婆告诉他，这是我们的孩子。然后他就很伤心嘛，很伤心很难过，他就去找毗湿奴问有没有可以救回他儿子的办法。毗湿奴呢就告诉他，你从这儿出去向东走，遇到的第一个动物，你把他的头砍下来，然后接回到你儿子的身上，你儿子就可以复活了。然后他从这边出来碰到的第一个动物呢就是大象，他把大象的头颅砍下来，然后回去接在了他儿子的身上。这就是在印度教里面非常著名的湿婆神的儿子象头神。这几座就是寺庙最中间的几座塔楼了，他们是用来供奉湿婆神和毗湿奴的。现在已经围起来不让进去了，但是他说真的很袖珍哎，你看他那个门，那个门和窗户差不多一样的大，它真的好小啊！这就逛完了。这个就是它的墙，围墙里面就是寺庙，围墙外面是荷花池，就逛完了。这个就是外圈比较精华的一个寺庙，的确相比我们前天看的小圈的那些遗迹来说，它这个保存的是比较完好。你看它的外墙都没有怎么坍塌，这个修补过的和原始的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它这个的时间呢，比这个小吴哥这个时间还要久。这个的时间呢是公元10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建好的。但是还能保存这么久，真的是太绝了。看这个角，蓝天白云映衬下的红色女王宫，太漂亮了。即将迎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——巴肯山日落。
我们现在要爬到山上去看日落。看到了吗？这些大部队全部都是看日落的。嘿嘿，看完这个日落，我们今天的行程就完美结束。啊，我觉得现在这样已经很好看了呀！你看它这个一束一束的光穿过这个树林洒过来，它这边多好看！终于到了哈，啊，累死了！爬上这里，就是整个吴哥窟最高的位置。哎，这个日落看着好有仪式感。我们围绕在千年古迹旁，观看一场绝美日落。这就是吴哥窟的最高点，好多人啊！哎，这样已经很好看了耶。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, I will dry them